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主角约翰的人生困境，可能就是你我现在的写照。你想想看，你是不是也一样？虽然有一份不算太差的工作，但每天在那个小小的格子间里坐上10个、12个小时，心里是不是会冒出一个声音在问：我的人生难道就这样了吗？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你是不是也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在拿宝贵的生命去换钱，但这笔交易怎么想都觉得不太划算？这就是书里的主角约翰，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上班族，但在职涯的路上，他开始觉得迷惘，觉得自己好像卡住了，被困在一个不断重复的循环里面，完全找不到出口。你知道吗？就在约翰心里最乱、最迷惘的时候，他在一次度假的路上开车开一开，竟然不小心开到一条超偏僻的小路，而且天越来越黑，车子的油箱快要见底了，手机拿出来一看，完全没有讯号。哇，这真的是感觉走投无路了，对吧？但往往就在这种时候，转机就出现了。就在这个时候，远远的地方竟然出现了一道光，他赶快开过去看，结果发现了一家很神秘的小店，店名就叫做你为什么在这里咖啡馆。这听起来是不是超像那种只在你人生最需要它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奇幻场景，充满了未知，但也好像带来了一点点希望。欢迎来到阿冷的书房，我是你的阅读领航员阿冷。我做这个频道目标其实很简单啦，就是把那些可能有点硬、有点难懂的健康、理财还有自我成长的书，把它们拆解成你每天都能用得上的实战策略。因为我相信书里面的智慧真的可以成为我们通往更好生活的捷径。好，那你可能会很好奇，这间咖啡馆到底有什么魔力？它的魔力其实就藏在一份看起来超普通的菜单里面。如果你现在也觉得自己被生活的反向浪给卷走，每天把时间跟精力都浪费在一些跟目标无关的事情上，那就要注意听咯。因为今天这次的分享，可能就是你找到正向浪，重新拿回人生主导权的起点哦。好，我们现在就跟着约翰一起走进这家咖啡馆。哇，一进去，空气中都是咖啡的香气，还有那种刚烤好面包的温暖味道。他才刚坐下，一位很亲切的女服务生 Kathy 就递给他一份菜单，就是这份菜单即将带他展开一趟他从来没有想过的心灵旅程。结果你猜怎么着？当约翰把菜单翻到背面，他整个愣住了。上面没有什么甜点饮料都没有，只有一个大大的标题写着等餐时的思考粮食，然后底下是3个直接问到你灵魂深处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来这里？一开始约翰还以为不就是问我为什么走进这家咖啡馆吗？但他很快就意识到不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意思。他真正在问的是，你这个人为什么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面？你来这一趟是为了什么？再来第二个问题，你害怕死亡吗？哇，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突然，对吧？但它就像一把很利的刀，直接切入我们对生命有限这件事的感受。而且它其实跟第一个问题是紧紧扣在一起的，因为我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存在，往往就决定了我们会怎么去面对生命的终点。最后一个问题，你满足吗？就这3个问题很简单，但它们就像3把钥匙一样，准备要打开约翰内心深处那些连他自己都从来不敢去探索的房间。好，接着呢，女服务生凯西就跟约翰介绍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来帮助他去理解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来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就叫做 PFE， 也就是 Purpose for Existing， 我们存在的意义。凯西就解释说，一旦你找到了你自己的 PFE， 哇，那你就等于找到了一股超级强大的内在动力，它会推着你去做任何能够实现这个意义的事情。凯西用了一个超棒的比喻，他说人生就像在海里游泳，那些可以帮助你实现 PFE 的人事物就是正向浪，它会轻轻地推着你往前，让你游得又快又轻松，还充满能量。相反的，那些跟你 PFE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鸟事，比方说漫无目的的滑手机啦，参加一些根本不重要的会议啦，这些就是反向浪。你越是用力去抵抗它，就越累，而且离你的目标还会越来越远。这件事到底有多严重？
书里面算了一笔账哦，他说如果从你大学毕业之后，每天只花个20分钟去处理那些根本不重要的垃圾邮件，这样累积到你75岁的时候，你猜猜看你会花掉多少生命？答案是整整1年，整整1年呢！哇，这个数字是不是很吓人？那你现在回想一下，你每天又花了多少时间在应付你自己的反向浪呢？好，了解了 PFE 跟正反向浪之后，我们回头来看第二个问题，你害怕死亡吗？这跟我们白白浪费人生又有什么关系呢？书里提出一个很棒的观点，你想想看哦，我们说怕死，到底是在怕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怕的其实是害怕再也没有时间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才是恐惧的来源。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你每天都在为你的 PFE 而活，你早就已经在实现愿望的路上了。那对于失去做这些事的机会，当然就没什么好怕的啦。就在这个时候，咖啡馆里有另一位客人，叫做安妮，她是一位很成功的广告公司主管。她就分享了她自己的故事，也揭露了我们现代人一个非常常见的满足感陷阱。这就是安妮说的那个恶性循环。你看哦，第一步，我们先做着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所以内心很空虚。第二步，为了填补这个空虚，我们就去买那些广告告诉我们买了就会快乐的东西。结果呢，第三步，账单越来越多，所以到了第4步，为了付这些账单，我们只好更努力的被困在那份我们不喜欢的工作里面。这是不是听起来超熟悉的？根本就是很多人的日常写照嘛。这时候，咖啡馆的老板麦克就用一个渔夫的故事来对比这种复杂的陷阱。故事里有个商人一直劝一个渔夫，叫他要扩大规模啊，努力赚钱啊，这样以后退休了才能享受悠闲的生活。结果渔夫就反问他：奇怪，我现在不就正在过你说的那种生活吗？这句话真的点出了核心，我们为什么总是要等到遥远的未来才愿意去做那些现在就能带给我们满足感的事情呢？那夜晚的最后，麦克分享了最后一个也是最有力量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给了约翰一个可以彻底扭转人生的全新看法。故事是这样，有一个男人，他每天晚上都会做一样的噩梦，梦里面他都必须在一块很斜的岩石上，或是在一个窗框上面去打一杆几乎不可能成功的高尔夫球，所以他每次在梦里都压力超大，超级焦虑。直到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想通了。他想通了什么？他突然领悟到，我根本不用在那个鬼地方打球啊，他可以把球捡起来放到一个他喜欢的平坦的草地上，再好好的打。这个比喻真的超级有力量。他告诉我们，我们根本不必被动的去接受生命给我们的困境。所谓的移动那颗球，在现实中可能就代表着主动去换一份更有意义的工作，结束一段不健康的关系，或是勇敢的去开创自己的事业。我们永远都有权利去改变我们的处境，为自己创造一条全新的路。好，听完了整个故事，现在我想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留给你自己。试着把那些外在的期待啊、社会的噪音啊，都先暂时放下来，静静地问问自己：我的存在意义，我的 PFE 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次的分享对你有帮助，请帮我按个喜欢，这真的对我的频道有很大的帮助。也别忘了要订阅阿冷的书房，然后打开小铃铛，这样我们每周带给你更多能够改变人生的好书洞见识，你才不会错过哦。